离字，报言。金光咒。离字，萤火流光。遁甲出阵，归元阵。这是哪？张楚岚，你和老王现在都在我的内境。用你能理解的话来说，你们都在我的精神世界里，而身体，则都有宝儿姐在外边守着呢。这么牛！老张，你不是提到双色球吗？你试一试在脑海里问一下下棋双色球的号码。问？怎么问？随便想想就可以吗？这就是那个答案，打碎它，你就得到了这个答案。打不开呀！哎，你们俩打开是不是会比我简单啊？聪明啊！因为这双号码对我们两个来说毫无意义，所以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得到它。而由于你们就在我们的内境之中，所以这些信息都是可以共享的。如果我们把这个双色球号码告诉别人，会怎么样？这就叫7天，你的命运会被削减的，轻则遭遇各种不顺，重则横死。惩罚的轻重取决于你透露的信息对这个世界带来的影响。但如果你以模糊的暗语传达出去的话，也许可以减轻一点惩罚的效果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术士说话总是云山雾绕的原因。好了，老张，基本概念你已经了解了。开始吧，这就是我们进来要问的事情。这次事件幕后指使的身份这么大，这看着就比问双色球彩票那个球大太多了吧？的确，不然也不会3个人一起进来了。而且在这里消耗和损伤的，是你们的生命力。要退出还来得及。这事儿我早就知道了，不用你啰嗦。哇，折寿这件事得加钱啊！开始吧，老张，你用雷法，全力攻击这个光球。哎，我的雷法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在这个局中，你是踏着以旗进入内境的，所以现在是以木的化身，而我为冰火。我为丁火。这个光球越来越大了，我们击不碎它。他在抵抗。你们以为这么重要的信息是随便就能得到的吗？都给我做好玩命的打算！长村，坚持住！
靠我一个人，恐怕要丢半条命才能做到。怎么样，老王，见识到了吧？武侯奇门的妙处。老王，记得加钱啊！都知道了吧？幕后的黑手，数字门目前头号人物，师老之一，陈金奎。你们术士还真是轻松啊，轻轻松松就可以知道想要的答案。要不是你们带我进内境，恐怕我这辈子都不会有这种体验。我们要不趁着现在阵法还没结束，再多问几个问题？想都不要想！张楚岚，你问了什么？这就是甲申之乱的真相吗？张楚岚，张楚岚，停下！放弃吧，别说我们3个，就算10个、100个也打不开。张楚岚，醒醒！这家伙到底问了什么？快醒醒！来了，3个全来了，赶紧把他们的气送过来。这个这样吧，阿道，张楚岚，宝儿姐，我去，什么情况？你终于醒了，快走！进来！啊！什么情况？啊！等，行了，我看你们气到处乱窜，完全走偏了，给你们顺气脉。张楚岚，你到底问的什么呀？你差点把我们2个都害死，你知不知道？问你话呢？算了，老秦，把外行拉入内境，我没有责任。对不起，是我连累大家了。你没有受过奇门心法训练，被迷惑在所难免。如果我没有从内境中醒过来，结果会怎么样？如果你不清醒过来的话，咱们3奇的身份就不成立，我也就没有办法解除阵法。而你，如果执意去冲击那个答案的话，肯定会粉身碎骨，最后我们2个也会被那个答案给吞噬，沉沦在内境之中，变成行尸走肉。宝儿姐，幸亏你出手的及时，大恩不言谢。没得事。好了，不管怎么说，这次冒险还算值得。至少我们已经知道了面对的敌人是谁了。接下来交给我了，收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我的工作还没结束呢。
你就是张楚岚一人演武大会的冠军。陈爷，那都是小聪明小把戏，跟陈爷肯定是没法比的了。说吧，突然过来找我，什么事？是这样的，陈爷，武当王爷您认识吧？不认识，没见过。不认识，没见过。那就奇怪了。我怎么听人说您在他家人身边安排了很多人呢？陈爷，您别生气，我也是受人之托过来跟您谈一谈。王爷是这样觉得，有什么事您冲他来，千万别扯上家人。双方都这样的话，是不是不好办呀？陈爷，我再给您个建议，您要是真想跟王爷开战，那就去1对1，或者您喊50个人围殴他也可以，就是别扯上家人。对了，听说您那些朋友都挺贵的，把他们撤了吧。你们到底用的什么手段？不但知道了我们后面人是谁，还让他们能取消订单？唉，运气，完全就是运气。那这几天怠慢大家了，每个人1份，大家千万别推辞。之前不管怎么对大家，那都是哪都通员工张楚岚干的。现在事情结束了呀，我们虽然谈不上交情，但绝对没仇。以后说不定还有求各位的时候。这些钱都是我们小王总给大家的一点心意，希望大家在这边玩得开心。王爷，我就不和你道歉了，我们也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绝对没有针对你的意思。如果你以后有什么事儿，联系我们，保证给你办妥。各位，告辞。慢走啊！谢了，老张。这钱本来是给你的，但你让他们领了我的人情。说实话，你还是给我上了一课。这都是小意思。哎，一会儿哪吃啊，宝华姐？烤鸭。过来。终于玩活了。这么多天，好久没有吃顿正经饭了。完活？完了？基本上啊，就差个收尾。就这么简单？那你还想怎么样啊？冲进陈金贵家，杀他全家！我跟你说啊，现在双方都没有到图穷匕见的程度，正是各退一步的好时机。他会把人叫走，为什么？说明他也有顾忌。他有顾忌就好办。论实力，你比陈金奎强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这次你这么头疼啊？因为你碰上的是个无赖。什么是无赖？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所以他玩你们这种，就是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但如果无赖碰上了无赖呢？在双方没有撕破脸皮之前，大家都会谨慎起见，因为一旦撕破脸皮，那就是一场比谁更没有下限的较量。所以啊，为了保护你家人，你必须告诉他们，你也是个无赖。这件事情结束之后，离开家，随便去哪都行。你不可能一个人护住你们全家人的，反而会让别人看到你的弱点。所以离开家，把会的工作交给别人。厨房哪里？你居然去人厨房了？领导等挺好嘞。你还当人面？张先生，您的车已经帮您停在门口了。
这是你的钥匙。谢谢。交了那么多钱，怎么还这么小气？老王，这次还得多谢谢你啊！要不是要回公司上班，你这酒店我还想多住几年。哪儿的话，这次是我多谢你们了，让我的家人摆脱了假身乱局。接下来的事我自个儿应付。先走了。张楚岚，冯宝宝，有缘再见了。对了，多的钱我已经打回你账户里了啊！啊？你不想赚钱了？你都带我进内警了，是我自己没本事要不到答案，你又不欠我，以后再见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喽。嚯，我这都多少年没见人摇过车窗了？那我再给你摇一次。得了，快走吧你。王爷，谢谢你。虽然我只模糊地看到了一些真相，接下来我必须找到原谅。希望你也能找到自己的路。宝儿姐，还有黄瓜吗？给我也来一根。是我。你真敢过来啊？不怕我杀了你？笑什么？你要是想杀我，现在就动手。想杀我的人那么多，死在你手里是最好的选择。怎么，下不了手啊？因为我们是一类人，对吧？谁跟你是一类人？你阴我。我掌握了关于877的秘密，张楚岚，我无路可。我去！看什么看？我也是要脸的。我偷偷出来见你这个人渣，当然要做准备了。你还是没变。这是你爷爷和我重要的记忆，假身之乱的真相就在这里，但是只能我来解开。我交给你，不是因为信任你，而是你一定会来找我。什么情况？没时间解释了，赶紧走！楚岚，楚岚，怎么了，三哥？开会呢，能不能认真一点？刚刚讲到哪里了？停业3天。太好了，三哥，这些天我被客户是连打带骂的，终于可以休息了。行了，散会吧。楚岚宝宝留下。三哥，一会儿我们收工去哪吃？海鲜还是烧烤？我请客。这次公司任务负责调查事故的原因，我决定了，你和宝宝来做。
三哥，我堂堂艺人演武大会冠军，天天在这里给你送快递。再说了，这是公司系统出了问题，我俩又不是程序员，我俩怎么查呢？系统没有问题，是有人从外部恶意攻击了公司的系统，并且窃取了一些重要的情报。反正我刚刚说过了，这次影响非常恶劣，公司高层可都盯着呢，你们俩不要给我掉链子啊！那我俩怎么查呀？我给你们俩找到帮手，他会联系你们的。嗯，我可以看看这个吗？宝儿姐，这不我吃的。真硬。这就是三儿给咱们找的帮手吗？临时工高二壮，居然是个妹子，头像还这么萌。方不方便电话沟通？切，这么神！宝儿姐，我们走。嗯。这个高二壮选在这里见面，我总觉得有点不靠谱。这边开机。三儿介绍来的，又跟我央视临时工，肯定靠谱。17号，这边。然后呢？开机。开机。打开摄像头。二壮说要找个人。秦鹏，23岁，程序员，艺人。就是这个人窃取了公司情报，我已经把他的信息发给你们了。晚点你们把他带到公司问话，看看他背后的人是谁。所以我们就是过来替你开个机，这就完事儿了？对啊。你是没钱上网还是未成年啊？哎，就这么一点小事，为什么要我俩跑一趟？宝儿姐，这姑娘本事是挺大，但脾气也不小啊。张楚岚，不许在背后说我坏话！宝儿姐，她就在我们身边，她听得到我讲话。别找了，张楚岚，我就在身边。变态直男的谁啊？谁呀？谁呀？这是你看。奶奶，我错了，行吗？我也不晓得我今年多大，我算一下，宝儿姐，不要什么事情都跟别人说，还是个外人。把手机还给宝儿姐。就你本事大是吧？啊！有本事你出来啊！你给我出来啊！出来啊！一行人，你出来啊！嚷嚷什么呢？没什么呀。我已经问过了，这个叫秦鹏的程序员是上个月才加入的全新，这次是上面给他的第一个任务，连他都不知道自己入侵的是公司的系统。那是谁给他下的命令啊？他说他忘了。忘了？是真的忘了。我用过各种办法，
对方的姓名、性别、长相，他什么都不记得了。难道和吕梁有关？抓到的几个黑客都跟秦鹏一样，忘记了委托人的所有信息。是不是他的记忆被别人动过手脚？应该是某种异能手段。这件事我向上汇报的，你们不用管了。可是，别可是了，嫌疑人都已经抓到了，你和宝宝可以放假了，回去吧。嗯。你也回去吧，继续调查秦鹏的记忆是如何被抹除的。你确定他真睡着了？放心，我放的东西他会睡到明天中午了。多少钱？不吃五花肉就没事。你要他眼镜干什么？你也近视了吗？我们每次跟二壮交流的时候，他好像都在我们身边，对我们一切了如指掌，就跟能看到我们一样。但我们却看不到他。能跟他交流的只有3个，所以根据我的推测，3个肯定是有某种方式跟他联系。我观察了许久，终于让我找到了。这个就是跟二壮交流的奥秘。让我看看你这个高二壮到底长什么样子！哎呀妈，张楚岚，你戴眼镜也太丑了！你戴着眼镜咋这么丑呢？你果然不是人！你才不是人呢！你在跟我说话吗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你是 AR 还是人工智能，或者是宠物小精灵？二壮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饿不饿？不饿。他看着咋这么傻呢？他确实挺傻的，不像我这么机智。我，哎，二壮，其实你就是哪头图的中央系统，对吧？对。二壮，所以系统被黑，信息被盗，包括快递送错这些事你全都知道，对不对？处理快递信息就是我工作的一小部分。那全信盗取这些信息，他们想知道什么？他们有什么打算？当然告你啊！二壮，有啥好处啊？你想要什么好处啊？这可为难我了。那这样吧，选一个你最爱吃的，跟我描述一下味道，越详细越好。你不是在逗我吧？二壮，你看我都这样了，那我也吃不了东西啊。你不愿意啊？那我走了。哎，别！什么味道啊？有点咸，就有点咸呢。嫩滑、酥脆、饱满的肉感在口中融化，丝腻香甜，回味无穷。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串，这是人生的味道。再接着咬下去，味道醇厚，仿佛一瞬间带你回到了大草原，田园牧歌，策马奔腾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等等，还有远山树林的味道。为啥所有这个羊的串的味道？可以了，终于感受到食物的味道了。
那我就勉强告诉你吧，这次全兴偷走的那份资料呢，是关于8奇迹创造者的，里边呢有他们的身份信息，还有生辰下落啥的，反正死的活的都搁里边。他们要这个干嘛？那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就还知道一个消息，就是全兴出了个新任掌门。新任掌门？他们之前不是说是代掌门？是新任掌门，不是代掌门。什么代掌门、新任掌门？你说清楚点啊！你给我描述的呢，就够回答这么多问题的。再见。哎，你别，还真走了。全信掌门为什么偷走8奇迹的资料？这8奇迹到底有什么秘密？这要师爷没禁闭，我还能问问师爷。但现在师爷禁闭了，我问谁啊？哦，啊，喂，玲珑，我呀，几个月不见，我想死你们了。我也是。谁的电话？谁呀？楚兰。啊？什么楚兰？哎，你那么亲热干什么？你上哪里的？嘿，他们龙虎山老子少的，一个个都不是好东西，一个个的都不厚道，都是骗子。李龙，你去跟陆爷说，我前几天见了我师爷了，我师爷也特别不好意思。这样，明天我去拜访一下陆爷，替我师爷道个歉。你是说你师爷真想跟我道歉？行啊，来吧，我看看你师爷怎么道歉。出来，我嘱咐你几句啊，等会儿见了我太爷别乱说话，他最近心情很不好。我知道，就是跟我师爷那些事儿，对吧？不光是那个，就他们最近这几个老人家，不知道怎么了，一个一个的。就他前2天刚去拜见过方洞天老道长，结果没几天就听说方道长仙逝了，还有那个武当山的卢道长，听说也仙逝了。经历过假神殿的人越来越少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肯定给你太爷哄开心了。到时候再陪他喝2场。宝儿姐，交给你了。没得问题。那就好。太爷爷张楚安来了。来，太爷爷张楚安来了。哦，来了啊，还有红宝宝。玲珑，你替我去招待一下这丫头，我跟张楚兰有话说。宝儿姐，去我房间撸撸猫。撸猫。不愧是张志伟一伙的，怎么看怎么讨厌。陆爷，徐3、徐4都跟我说了，在甘北草原，什么石老见到我师爷话都不敢说。论豪气，还是得看我陆爷的。跟我师爷那是将遇良才，棋逢对手，大战了5天5夜都没有合眼，战天地，斗苍穹。行了，别碰我了。你师爷一巴掌我就挂了。我已经想通了，我不是气他打我，气的是他全不顾这些老伙计们，把自己封到龙虎山上。你说说啊，我都活到这把年纪了，我这还剩几个朋友了呀？你看看，就这几个人了。陆爷，您要是因为这事儿的话，我师爷要是下不了山，我可以当您好朋友。你做我朋友，你拉倒吧！我要是年轻个几十岁，你做我朋友，我早晚不得被你玩死啊！行了，你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我真就是来看看您，顺便给您带了一点保健品，祝您长命100岁。你闭嘴！我都110岁了，你祝我长命100岁？那就祝您长命200岁。
好好好好，哦，好，说吧，你想问什么？您这么敞亮，我都不好意思问了。本来还想问问，甲申之乱的事情，但是我知道您肯定不会告诉我，所以呢，我就想，那您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八奇迹？你要说八奇迹，那还得从36贼说起。妙，妙，妙，宝儿姐，撸猫不是这么撸的。来，这么简单吗？啊，宝儿姐，你们这次来找我太爷爷，是公司出什么事儿了吗？给我试试。这就是36贼名单。你跟冯家很熟了，知道冯正豪的爷爷冯天养吧？他们家传技能，居远潜江，我还见过呢。冯天养当年正是被王矮家抓走之后才供出的这份名单。通天路是我的兄弟郑子布临死前传给我的，可在当时，这所谓的八奇迹，它只是个名字，到底这些本事是什么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。楚岚，在艺人界中，一个本事技能是要经过上百年的传承打磨，才能称其为奇迹。可是这8个人一夜之间竟然悟出了8奇迹，这其中一定有他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为了能从冯天阳口中问出8奇迹真相，当时来了好多成名成腕的大人物，他们原以为轻而易举的通过审问冯天阳就可以得出真相，可是万万没想到，这些前辈们一个个全都栽在了这次审问上。上一代的老天师，你师爷的师傅，当时他也在场，他曾经劝阻大家不要再审下去了，可是这些人根本就不听劝阻，庶子不可图谋。告辞。这折腾了半个月，也没问出这8奇迹到底是从哪儿来，真相是什么。最后只问出了这个36贼名单。当年这36贼的幸存者还剩9人，我都给你写在名单的最后一页。正是这9个人悟出了8奇迹。9个人？8奇迹？本来他们是9个人，而其中的8人悟出了奇迹，也分别给自己的奇迹取好了名字。最后一个还在那儿苦思冥想。那最后这一个人，他悟没悟出奇迹啊？吴根生。吴根生自身的手段已经足够匪夷所思了，就是跟这8奇迹相比，也毫不逊色。因为这个人就是当时公认的天下第一。那不是跟我师爷一样厉害？吴根生，百家姓里有姓吴的？吴根生是他自己给自己取的号，没人知道他真名叫什么。这可是个狂人，他自生天生灵根，无忧无虑无牵无挂，无性情无根源，过去无来，将来无终，就连他的手段也是无门无派，自成一家。有的人说他是从死人肚子里钻出来的孩子，也有人说他是被贵胄家族遗弃的私生子。真正让大家注意到他，是因为他坐上了空缺了数百年的全姓掌门的位置。从此以后，这帮松散的疯子可就有了带头人了。全姓掌门？什么？啊，没事儿，
我们公司前几天系统被人黑了，经过调查，幕后黑手就是新任的全信长，他还把我们公司的877资料偷走了。不对呀，这吴根生在甲申之乱之后就无影无踪，下落不明了。之后历任的全姓首领都只敢称自己是代掌门，从来没人敢称是掌门。那会不会是他回来了呀？什么？啊，我自己瞎说的。那这个人多大了？他比我还大10几岁呢。那应该是死了吧？我倒还真希望他活着。吴根生，我必须杀了你！随时等你来杀。宝儿姐，玲珑，咱们吃火锅吧。张出来，不是说要陪我大爷喝2盅？我一会儿要开车。Cheers。来，好，陆爷，这8奇迹已经现世了。周胜把封后奇门传给了王爷，郑子路的通天路传给了您又传给了张灵玉。封天养的居元潜将封家和王家都使用过。这3奇迹已经被世人所知，但未现世的另外5种奇迹：端木鹰的双拳手、马本在的神机百炼、古奇亭的大楼洞关、阮峰的6股仙贼，还有我爷爷的气体源流。这5种奇迹都是什么本事啊？当年这8个人悟出8奇迹后，他们相互之间只是透露了名称，至于各自是什么本事，他们之间也都不知道。陆爷，那当时艺人界像您这样的能人那么多，为什么偏偏是他们8个悟出了8奇迹？我倒是听封天养提到过，他们悟出8奇迹的地点是一个叫24节谷的地方。他还说到，那里曾经有仙人飞升，还留下了一个极其神妙的气局。气局？对，就是通过人力布置，改变气的流动，从而达到奇异的效果。他说这个24节谷能逆天改命，让人起死回生，甚至白日飞升。起死回生。陆爷，真有这么神奇的地儿，您带我去看看呗。我可不知道这地儿在哪儿。哎，我们这些老家伙后来找遍了全世界，也没找到这个24节谷。你别说我们，就你们哪儿都通，啊，资源多，能耐大，研究了几十年，不是也没找到这个地儿吗？我估计啊，这一定是封天养为了保命，信口胡编的谎话罢了。如果是信口编出的谎话，那怎么会有8个人同时悟出8奇迹？陆爷红。哎，对了，陆爷，您刚刚不是说审封天养的时候什么招都用过了，那怎么没有试试吕家的迷魂术啊？你拉倒吧，在甲申之乱以前，他吕家还没有迷魂术呢。吕家没有迷魂术，那吕家又是什么时候有的呢？我奉劝你小子，啊，你要想多活几年，吕家的事你少掺和了。这个畜生，他杀了自己的亲妹妹，杀了我的妹妹。吕家问题很大，
涉嫌多宗违反艺人管理条例的案件，但我们哪沟通一直找不到直接证据，你们一定要小心。这个院子好气派啊，比葛娃子他们村大多了。当然，这毕竟是石老的地盘。都这么晚了，这些人不睡觉吗？吕老爷子，吕老爷子，发生什么了？吕梁在哪里？太爷，怕，太爷怕。没用的东西，阴魂术一直没有练好，你还有脸咒？这是啥地方？走，下去看看。我好像在哪见过这个。这是吕梁的眼睛。那他人呢？我亲眼看见他被吕家人抓走了。这是你爷爷和我重要的记忆，假身之乱的真相就在这里，但是只能我来解开。掌门到，大家快站好，迎接新掌门。各位，我已经拿到了8奇迹的核心信息，想不想和我一起重现一个真正的全息？各位，想不想和我一起重现一个真正的全息？小环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小欢，来追我呀！哥，等等我！哈哈哈！
小欢，别这么难过嘛，以后都让你赢。真的吗？哥，8点了，快！太阳树报应前要到家。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我们死定了！那是你死定了。太爷从来不骂我。明天校领导检查，学校今晚大扫除。哥，咱们可是女家人，撒谎用吗？公哥会抽出你今天下午的记忆来看的。那怎么办？过来点，我教你一招。哥，我手上这个是什么？是我们骑摩托车游绕时光的记忆。哥，咱们下午干嘛来着？下午不是有课吗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哥，你看，这是我们下午的记忆吗？我刚从你脑子里抽出来的，而你脑袋里的记忆已经被我删除了。怎么可能？灵魂术只能抽取记忆，是不能删除脑袋里存在的记忆。这连功课都不会，我们吕家迷魂术没有这个，又不是吕家才有迷魂术喽。你跟谁学的？老婆婆。这是我第一次发现迷魂术背后的秘密，也是我们吕家在异人界隐藏了多年的秘密。吕梁，你最好老实告诉我，你下午跑哪玩去了？不记得了，我应该就是在上课呀。你现在这么嚣张，你连谎都懒得跟我撒了。那我去看看，你到底干了什么。哥疼。刘公啊，到现在你这冥魂术还用得这么愚钝呢，就不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的吗？果然到你们这一代，只能看吕梁和小欢的了。太爷爷好。嘿嘿，小欢，怎么才吃饭啊？我刚回来，去厨房拿的。哦，吃凉的怎么可以呀？哎，太爷爷给你做点热乎的啊。不用了，太爷爷，我都快吃饱了。不对啊，这下午记忆怎么没有了？你把下午记忆删除了？我真的不记得了。站手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同学们解散。看，下午的记忆没有了。那这段记忆肯定是被你弄坏了。你看，平时让你学，你就是不肯。现在这么简单的事，让你弄成这个样子，怪谁啊？起来，今天就这样吧。欢欢，太爷爷给你弄点热乎的。头还疼吗？好多了。小欢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是什么？放进去就知道了。
对了，还有这个，这是咱们今天下午剩下的，你拿着。怎么了？昨天晚上说那个老婆婆，到底是谁呀？那个老婆婆现在在哪儿？跟我们吕家有什么关系？早知道，昨天还你记忆之前，应该把那一块删掉的。你不要问了，我不告诉你，你也不要告诉别人。拉钩。一辈子不要告诉别人。我昨天晚上在想个问题，这个是我吕阳的皮囊外表，雪碧是我10几年记忆，是我吕阳，对吧？嗯。这是我删除的记忆，杯子里空了一些。假如倒回去的不是我的记忆，而是你的记忆。那么，现在这是什么？还是我吕阳吗？雪碧味还是你吕阳？那如果把我一生记忆全清空呢？再把你的记忆倒进去。现在杯子里装的是可乐，你的记忆，但这个杯子却是我吕阳的。那么，这个是可乐还是雪碧？是你吕欢还是我吕阳呢？谁告诉你这个的？我哥吕梁啊，我把它取名为可乐雪碧理论。吕梁，他管吕慈叫什么？跟我一样啊，叫太爷爷。吕家第4代人都这么有出息了，还说呢，我女文哥的小孩今天上午都生了，以后要管我叫姑姑的，都是第5代了。第5代了，他今天该来了。抱着。太爷，咱们吕家每诞生一个新小孩，你都得给他放到下面9教拳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这些你就不用管了，你就在这儿守着吧。太爷，您是不是用什么好酒给孩子泡澡，好让他获取迷魂术啊？太爷，我猜对了吗？吕更啊，你之前是不是下去过呀？我是不是猜对了？下去过没有？
我没有，我全是猜的。老婆婆，你和我太爷爷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他为什么一直关着你？你听好了，我不是你什么好婆婆、好奶奶，我跟你们吕家有不共戴天之仇。你要再来，早晚我会杀了你。快躲起来！看看，给你带来的补品，你是一样也不吃，营养跟不上怎么可以？你虽然是个女人，但是骨头比丰田养硬多了。算起来，我照顾你已经快60年了，今年有80了吧？记得刚进吕家那会儿，关于双拳手的事儿，你是一个字儿也不说。换别人，我早一口气把你杀了。谁让我心慈手软，留你活下来，照顾你，舍不得你死啊！现在看来啊，这果然是好人有好报。我对你的付出啊，终于没有白费。甲申之乱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我终于想明白了，双拳手，他不是秘籍。当时逼你写下来，让吕家练的，你也写不出来，因为那是血液里的东西。如果让吕家的后人都流着你的血，岂不就掌握了双拳手吗？我是来不及了，我的几个儿女呢，也赶不上。从吕家的第3代，我开始思考，如何才能流着你的血。不能让你死，因为吕家的后人还得流着你的血。我一直在研究，在尝试。到了吕公这一代，就已经非常成功了。特别是吕梁，他竟然能做到删除记忆。不过，我给他改了名字，叫冥魂术。
4两的孩子，这些血差不多了，你要保重好身体呀。等孩子满月，我还需要更多的血呢。我刚才跟你说这么多呀，也是想让你告诉我，双拳手的全部是什么？他既然能删除记忆，是否还能修改记忆？最终，能不能创造一个全新的人呢？删除记忆也好，修改记忆也好，那不是血液里的，那是要学的。你胡说！那吕梁是怎么知道的？那你去问他，我是永远不会告诉你的。你别以为自己很重要，我舍不得杀你。我告诉你，双拳手在我们吕家已经是第5代了。以后我们吕家可以自己造血给下一代，我随时都可以杀了你的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我还得感谢你活了80岁，养活了我们吕家5代人。是因为你，让我们吕家的每一滴血都很珍贵，都很珍贵啊！出来吧。老婆婆，我当年也是这样换的血吗？我身上流着的也是你的血吗？我一直都没问你叫什么名字。雨欢，叫我小欢就行了。小欢，过来，让婆婆看看你。你说那个可乐雪碧理论，婆婆刚才心情有点乱，没听清楚。你能再给婆婆讲一遍吗？小欢，你刚去哪儿了？大家在等什么？等太爷爷给孩子起名字呀。
每回都是取个名字要等半小时。孩子来了。英，我孩子的名字叫吕英。大家都请入座吧。小欢，小欢席了。那天其实我没有在意小欢发生的异样，但接下来发生的事，改变了我的一切。事情就是这样的。什么？小欢被吕梁推下悬崖了，连尸骨都找不到。我们吕家最有天赋的冥魂术使用者，除了小欢，就是吕梁了。这小子该不会因为嫉妒起了杀念吧？这吕梁，他人在哪儿啊？吕公已经把他押回祠堂了，我们要怎么处置他？我会给家族一个交代。七婶儿，叫三叔到祠堂。怎么样？我问了他一个晚上，就是什么都不说。我还调了他的记忆集团，你看，跟上次一样，还是一片白，什么都没有。李良，不时告诉我，你是怎么把欢欢推下悬崖的？太爷爷，我确实不记得了。小欢真的死了吗？死了，小欢就死在你的手里了。李良，把头抬起来。删除记忆的本事，谁教你的？什么删除记忆？你还在装？你动不动就失忆。太爷这家作怪是我弄坏的。太爷爷，我真的不记得了。我跟小欢感情最深，我是不可能害了他的。对，三叔七婶，你们那天也在，帮我说句话呀！我是不是被冤枉的？三叔七婶儿，麻烦你们调出集团，让他自己看一下真相。当时我们就在山上采摘。吕梁、吕欢，危险，注意安全啊！一开始我们根本没有注意到异样，突然吕梁就把小欢推下去了。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会把小欢推下悬崖？太爷，对付这种人，就应该用家法。不，他不能死。我们吕家的每一滴血都很珍贵的，先把他关起来。哥，而你脑袋里的记忆已经被我删除了。怎么可能？我们吕家迷魂术没有这个，又不是吕家才有迷魂术喽。你跟谁学的呀？一个老婆婆。当时我确实没了那段记忆，但我怎么可能会杀了小欢？那是所有吕家人把小欢的死都怪罪到我头上，他们一直把我关在吕家的地窖里，逼我承认罪行。
那段漫长的日子，我都在等待一个机会。家宴的那天，吕公来嘲讽我，终于让我逮到这个时机。吕梁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死不承认？你宁愿被困在这个地方，你也不说话。我们吕家怎么有你这样的人？吕梁，没关系，你不敢承认，就关到你承认为止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就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找到小环，找到当年隐藏在背后的真相。这一切都跟小环说的那个婆婆有关。小环和她到底去哪里了？我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找到当年隐藏在背后的真相。为了找到真相，我加入了全系。吕家村的吕梁杀了自己的妹妹，从而成为了吕家最强的冥魂术使用者，还从家里跑出来了。整个异人界到处在找你，可以呀，吕梁，全姓的人都没你疯。我想加入全系。你是想加入全姓？你是想让全姓保护你？不行吗？全姓总有用到我冥魂术的一天吧？你们说了不算的话，就把代长们请过来。用不着，你可以加入全姓。怎么加？只要你对外宣称你是全姓的一员，全姓就会承认你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我一直以来都知道我要做的事情靠我自己很难做到，而加入全姓是目前最符合实现我所有计划的条件，所以我潜藏在全姓里边，代长们也好，全姓的计划也好，都是我计划的一部分。成了！通过解开张怀义和田径中的记忆，基本验证了我的推测，吕家的冥魂术的确与甲申之乱有密不可分的联系。全姓散了，我只能东躲西藏，我没有力量继续获取真相了。这一天还是来了，我不得不回到那个地方。什么是双拳手？当我以为我所有的计划都将止步于此的时候，也许是上天对我的眷顾，让我在黑暗中获得重生。
算是你杀了小关，相信我也不是不可能。大兄弟李我不希望你是凶手，背叛宗门，对战凶手。这是我们李家最大的秘密，你一定要守住。他不死，我们李家的每一滴血都是很珍贵的。双拳手，那是血液里的东西。刘公啊，刘公。你不是力量，不是。小子，长本事了。就你这种又蠢又龌龊的老东西，怎么就能成为石老呢？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老而不死，是为贼。当时你砍了我的手脚，没想到就成为我获得双拳手的契机。您不用这样瞪着我，我的双手双脚已经不是李家的，我让你来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双拳手。你虽然窃取了端木英的双拳手，但不过只是点皮毛。小欢说的老婆婆，原来就是端木英。你不是渴望得到双拳手吗？那我就告诉你，双拳手不仅能操控记忆，还能让肉体获得重生。去，叫所有人来刺他。是。可惜你再也没有机会得到双拳手了。看啊，这些就是你养的牲口。
8年前，就在这儿，你们所有人都说我害死了小环，可你们明明知道我那么喜欢小环，但到头来，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帮我说半句话，提出一丁点儿的怀疑。你们用冥魂术折磨我，把我的记忆翻个底朝天，逼我去承认你们所谓的真相。说什么替小欢讨回公道？你们真的在乎生命吗？你们只是喜欢伪善，不顾人死活。小欢是我在这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珍惜的人，可你们却诬陷我杀了他。我以前想不明白，我也是吕家人，为什么你们这么对我？我现在明白，因为在这个家里，根本就不需要，哪怕是一丁点所谓真正的快乐。从小到大，你们所有人跟我说，咱们吕家人的血每一滴都很珍贵，可到头来，就是他的血最珍贵。你们明明知道这一点，还要把他作恶。好啊，你们不是对拥护邪恶吗？不是不顾亲人的死活吗？我今天就要让你们尝尝，失去自己最爱的人，失去所有最美好的回忆，到底是个什么滋味。你们这些同谋帮凶，我就要让你们在回忆的美好和现实的空洞中过完这一生，这就是你们应得的下场。